又到夏天了，一年一度的粉絲攝影投稿回顧節目来了。本期呢，我们将回顧25到26年度的攝影投稿照片，投稿的数量依舊超過了10万张，而且入选我们每期節目的照片呢，也有1000多张了。非常感謝大家的参与，欢迎收看 ZPH， 我是大吴，我是孟纪元。在做这档節目的时候，我们的初衷就是为了吸引更多的朋友能参与到攝影中来，所以別忘了給我們節目來個點讚和加關注啊！其實一開始做這檔節目呢，我們做器材評測呢，也就是為了流量啊，咱們實話實說。而且一開始呢，都是我自己拿着手機啊拍一些照片，然後放到每期節目的開頭，每期呢放幾張。我拍的不好，拋磚引玉。這兩年越來越多的網友在我們節目的評論區投稿自己的攝影作品，而且質量都是非常高的。於是呢，我們就決定每年做一期網友攝影投稿的回顧節目啊。當然了，這個不是攝影評選啊，也不是什麼攝影點評，我們沒有這個資格，只是聊一聊從各位網友的照片中激發出來的攝影感悟。本次依舊分幾個板塊來聊啊，注意看下方的進度條。那麼我們依舊會聊構圖、色彩、人文、微距發現和器材功能。最後呢是重頭戲，就是孟導會結合一些自己的攝影作品，再加上看到的網友的優秀攝影作品，來聊一聊他對攝影的理解。首先呢，咱們來講構圖。構圖算是攝影的基礎了，但是有些朋友在拍攝的時候呢，不夠注意這一點。構圖呢分很多種，其實在去年的節目中呢，咱們已經聊過了，是吧？因為節目的最後呢，有一個重頭戲，就是孟導要結合大家的攝影照片來聊一下他對攝影的感悟嘛。那這回呢，我們就聊得簡單一些，主要說一下我們看到的在大量投稿中的一些問題。那麼咱們先說基礎中的基礎啊，就是水平關係的掌握。在大量的投稿中啊，很多都是風景照片。那看到美景的時候，誰不想記錄下來呢？對吧？但是很多投稿照片啊，它就不注重這個水平關係啊，拍的歪七扭八的。不好的照片呢，我就不放出來了。這裡看到的呢，都是稍微具備一些嚴肅攝影的風景照片。拍攝者對水平關係的把握呢，是很到位的。其實在拿起來就拍的情況下，就很難啊做到這個水平關係、垂直關係把控的非常好。但是呢，現在手機攝影非常方便的是，它的相冊裡它就自帶水平校正功能。你拍完照片之後，你只要在相冊裡點一下，它自己就把水平關係給你校正了。並不是說把什麼景物啊、建築拍的橫平豎直的，這就一定是高的。我們沒有這麼膚淺。但這個是基本功，我們看到過很多照片，它都拍斜了，但依舊非常精彩。那就是屬於進階的武功了。不是所有的照片都是橫平豎直，對吧？風光照片可能盡量的會強調它地平線的這種水平感或怎麼樣的。但是如果說到後期你想表達一些東西的時候，比如說你想拍出它的不安感，你想拍出它的那種驚恐感或者危險或者像一些運動照片當中你強調的那種瞬間運動，那你的構圖可以傾斜，對吧？可以比如說倒置或怎麼樣，是都可以的。但是那種東西只是為了你的表現，但是這種表現是基於你最基本應該掌握的那些基本功的基礎之上。就像大吳說的，你如果這種基本功掌握好了以後，你後期拍照片的話會有更好的表達。那說到構圖比較好的作品呢，這裡有一張，就是我跟孟導都覺得他的構圖非常好的。只不過這張照片呢，咱們就到最後的環節，孟導結合自己的攝影作品來聊攝影感悟的時候，咱們再聊。下面呢，咱們來聊色彩。色彩呢，也是攝影裡邊比較重要的表現手段。其實表現色彩呢，也是可以通過構圖來表現的啊。譬如說現在看到的幾張照片，像這樣的照片呢，我相信作者看到的時候，他周邊肯定還有其他的景物、其他的色彩，但是他利用構圖，把他的注意力表現出來，然後把色彩展現出來。不過在我們大量投稿中呢，還有一些點讚率非常高的照片啊，比如說現在看到這幾組照片，它們的顏色呢都是非常豔麗的。我相信呢，這個就是作者當時看到的他心中的景象。我們在這裡並不評論照片的好壞。我們看到這些照片的時候，是想到我們攝影的過往啊。其實我也是這麼走過來的。我拍攝的照片啊，在後期的時候，也是這種色調比較猛的。因為我這人可能生性暴烈一些，或者水平有限。那孟導這邊呢，在他豐富的攝影活動當中呢，也拍攝了大量的彩色照片。那麼我就想問您，在攝影用色方面有什麼感悟呢？
色。顏色的話呢，你可以强烈，但是呢，你不要炸裂。往往初学者，就刚才大吴也講到，其實每個人我也有這種經歷。我最早開始拍這個東西的時候，往往會被那些強烈的色彩吸引，特別激動。然後呢，回去他覺得還不夠強烈，我甚至還要在 PS 裡玩命的給它拉伸，讓它去這種。這個是我覺得不要緊，我們要不斷的實踐，不斷的多拍，這是一個過程。你慢慢就會悟到，要記錄的這個作品當中，我的顏色強烈到什麼時候是最合適的。不过说到色彩呢，这里也有一张照片，我们觉得他拍的不错啊，就是这张虎脸鸟的照片，我们也留到节目的最后，孟导会结合他的失乐園系列來聊一下這張照片。下面呢，咱們來聊人文題材。人文題材呢，是我們非常喜歡的照片題材，我們也願意掃街，我們也願意去拍。但是呢，在節目中呢，展現的比較少，是因為有肖像權問題。這裡呢，也跟大家說一下啊，在投稿的時候要注重肖像權保護、隱私保護啊。不過這裡呢，我們也選出了一些比較好的人文照片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比如說這張照片，當時作者上傳的時候，他還特意說了一下，就是他好像在拍攝的時候沒有把手機的 HDR 打開。他說：“哎呀，你看這亮部的字兒沒拍出來，暗部的很多細節也沒有拍出來。”可是我看到這張照片之後，我感覺他拍的恰到好處。現在的手機 HDR 功能確實非常強大。拍攝的時候呢，可以用這個功能去拍啊。不過啊，如果我拍攝完這個場景之後呢，我也會按照這個感覺去修。還有這兩張照片。它應該用的就是手機的仿膠片的功能仿膠片的色調，但是這個色調呢，跟當時的環境比較好的契合上了。像這張照片就是人文照片中比較典型的了，就是人們在勞作，甭管他種地也好啊，他在拉車也好，他在幹活也好啊，這就是典型的人文照片。那這張照片比較有意思，就是它有故事性，這個人在幹活，然後上面還頭牛呢在看着他。這張照片呢，也是我比較喜歡的一張人文照片。那麼在人文攝影領域呢，最起碼孟導這邊看過太多的優秀的人文攝影照片了。那麼在人文攝影方面，你有什麼想跟大家分享的嗎？首先是這樣啊，我先跟大家解釋一下，我本人創作呢，拍人文照片拍的少。那我看過一些啊，但是我基本上不太拍。但是我覺得人文照片呢，我的理解其實最重要的就是決定性瞬間，我一定要凝固住，或者說抓住最有表現力的那一瞬。那這個瞬間呢，其實我想提問，那這種東西它是可遇不可求的嗎？對，就是你要不斷的拍嘛，就是從量變到質變，這是一個過程。你沒有量的積累的話，你不會達到一個質的提升。那麼在人文攝影照片裡呢，我們也選出了一張比較有意思的照片。那麼這張照片呢，也留在最後，孟導會結合他自己的攝影作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攝影的感悟。咱們下面再聊微距。微距攝影呢，也是我們比較喜歡的攝影題材啊，因為拍攝一些花花草草啊、小昆蟲啊，都是非常可愛的。而且現在手機拍攝微距是非常方便的，很多手機都有長焦微距功能。但是呢，在我們大量的照片投稿中啊，微距攝影也有一個問題，就是手機的長焦微距啊，它景深特別的淺，它就會把昆蟲的頭部拍得非常的清楚。頭部以後呢，全都是虛的，更別說交代昆蟲的生活環境了。那麼現在咱們看到的這些微距照片呢，我覺得它拍得比較好，因為它比較注重焦平面的把握，不但把整個蟲都拍清楚了啊，它的生活環境交代的也比較清楚。那麼我們覺得呢，這樣的微距照片呢，就是比較精彩的。還有這樣蝴蝶的照片，我覺得作者在拍攝這樣照片的時候，他就比較注重焦平面的把握。蝴蝶的翅膀、還有頭、還有腳都是處在一個焦平面上，所以它都是清晰的啊，整個蝴蝶都是清晰的。我相信在拍攝的時候，作者一定很用心的去找這個拍攝角度，所以大家在拍攝微距的時候，一定要注重景深的控制和焦平面的把握，這樣的話拍攝出來的微距照片，才是精彩的。優秀的照片啊，離不開作者的觀察以及耐心。那麼下一個環節呢，我們就聊發現與等待。這裡展示的照片呢，每張都能看到作者的觀察與等待的過程，比如飛機的航線呀，巧妙的拍攝技巧啊。當然還有壞天氣的照片。現在看到的照片呢，都是我們覺得比較有意思的啊，比如說這張照片，當時我不知道他拍的是什麼，然後我問了拍攝者，他是商場門口的很多的旗子或者是布條重疊在一起，然後他選取了一個角度把它拍了下來。你放大看的話，還可以看到布的纖維。還有像這樣的照片，那就甭說了，那肯定是作者先考察了拍攝地點啊，先觀察了飛機可以從哪兒經過，而且一定是有無數次的拍攝才能拍到這個偶然的一瞬。
還有像我們投稿中有很多飛鳥的照片。那麼这张照片呢，拍的有点像水墨畫。它的精彩之處呢，也是在于作者耐心的等待，不停的拍摄。也許這個枝頭拍不出完美的照片，到了下一個枝頭去拍。還有像這種壞天氣的照片，就有一句話，就是壞天氣是攝影師的好朋友。像壞天氣你要善於利用的話，這種氛圍，還是很感人的。這張照片呢，就是作者他選取了一個非常新奇的角度啊，我非常欣賞這種拍攝手法，就是別人不去觀察的東西，他去觀察；別人拍不出來的東西，他去拍。那像我們投稿中大量的飛機航線的照片，就不用多說了，肯定作者跟那兒蹲守了很長的时間，那麼最終會選出一張他覺得合適的照片。這就是攝影中的發現與等待的過程。這裡呢，我們也得留一扣，就是這張照片也非常有意思，肯定少不了作者的觀察。那麼這張照片呢，我們也留到後邊，由孟導結合他的攝影作品來聊一下攝影方面的感悟。善於利用器材的拍攝功能，也能拍出非常有意思的照片。手機攝影最常用的功能就是慢快门、长曝光，那麼星空攝影、夜景功能，还有防水功能。第一张照片就非常有意思，它是蛇年放烟花的时候，利用手机的长曝光功能，无意中畫出了一條蛇。我就覺得這張照片拍得非常的有意義或者比較珍貴，因為它確實是很難複製了。那如果當時作者他沒用手機的長曝光功能來拍這張照片，他就肯定不會得到這麼精彩的。對，那這作品都不存在了。像這樣的照片呢，就是利用手機的星軌模式，就是手機它夜景模式裡它會分星空模式跟星軌模式。那麼在我們的照片投稿當中有很多這樣的照片，我選出了一個有代表性的，有雲海，有雪山，還有天空的繁星，非常善於利用手機的功能拍攝出了一張我覺得不錯的長曝光照片。這張照片呢，它就不是星軌模式了，就是星空模式，也就是夜景模式。現在很多手機都能拍出這樣的照片。當時這張照片出現在評論區的時候，很多人還說呢，這是手機拍的嗎？這是用相機拍的吧？其實不是。問這句話的人，他就不知道現在自己的手機有多麼的強大。現在看到的照片呢，就是利用器材的防水功能。現在很多的手機還有運動相機，它都具備防水功能。就是手機可以，我現在的比如手機就可以搁水裡是吗？可以。只不過呢，有些手机沉到水裡之後，屏幕上的快门键可能会失靈。但是你可以按音量键拍攝。我是有經驗的。有一點大家要注意就是所有宣稱自己有防水功能的手機，進水都不保修的。你這說的特別好。那現在看到的照片呢，就是手機的長曝光、慢快门功能。现在有一些手機，我就不說品牌了它的旗艦機是可以做到一定時間內手持也能拍出這樣的效果的。所以我還是鼓勵大家去多嘗試，多利用手機的拍攝功能來拍出比較奇妙的作品的。下面的環節就是去年的節目中沒有的內容了。本次孟導將用自己的攝影作品結合粉絲的投稿來聊一下攝影的感悟。那麼這次孟導選擇的攝影作品呢，都是孟導的大畫幅攝影作品，推薦大家用大屏設備來觀看。如果你用手機去看呢，可能會少了一些震撼感。首先呢，这个大家的投稿呢，我都看過了一遍，大家拍的都非常好。然後其中呢，有一些照片，也許是因為拍攝的景物，或者說是拍攝的內容，跟我曾經的攝影實踐呢，有一些契合的地方。所以呢，想跟大家聊聊我當時的一些拍攝的經歷和感悟吧。當我看到這幅作品的時候，好像應該是動物園中的火烈鳥吧。因為火烈鳥呢，我也拍過。我們看到的這些動物，它本應該在這種遼闊的湖面上嬉戲，本應自由的在天空中翱翔。可是今天我們看到呢，是被鋼網、欄杆把它們鐵籠把它們困住了。那於是乎我就聯想到我們人類，那麼我們生活的這個時代，我們被物質、金錢、地位、名譽所困擾，那麼這些慾望是不是也是一張無形的網，把我們困住了？從這兒開始，我才有了做失樂園這套攝影項目長期的想法。對對對。在孟導這組名為失樂園的攝影集中，有2幅照片對我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也非常震撼。在北京動物園裡有一種動物叫貘，它的生活環境幾十年沒有變過了，我相信老北京對它非常熟悉。當我看到孟導在我非常熟悉的環境中拍出如此震撼的照片的時候，我是非常慚愧的。
又讓我想起了孟導曾經教導我的一句話，要在已知的領域重新發现。下一個對孟導來說有觸動的攝影作品是這張有很多鳥的照片，讓孟導回想起了自己拍攝了一組天鵝。這組照片我見過，您拍了很多張，有單只天鵝的，有多只天鵝的。那為什麼這回您選擇了這張照片？所以呢，這個呢，我第二個章節想講的呢，就叫故事。我們看到畫面的時候，我們聯想的是什麼？首先，天鵝，一生只鍾愛一個人的那種，它是一生只有一個伴侶。对对，它是一個愛情的象徵。所以呢，我們看到這幅作品的時候，一定是認為它是一公一母，一雄一雌，對吧？面對未來，他們是充滿期待，還是惶恐不安？我覺得這裡邊會給我們很多的思考和啟示，可以反作用到我們的身上，讓我們去考慮一些這種生活方面的感悟。好，第三個單元的內容呢，叫感應與召喚。我看到網友這張照片啊，一片花叢當中的紅色的長椅拍得非常唯美。那麼這個時候，我其實想跟大家交流的是什麼呢？就是我們往往呢被一個景物去吸引，它一定有某種東西啊在向我们去召喚。你看，这是我拍的这个长椅，當時特別觸動我，我一下就心裡就咯噔一下，就被這個景物所震撼。您給我看這組照片的時候，我記得您的原話，就是您能看出他的表情。對啊，是，就是所有的藝術活動，都是一個目的，就是要表達。對，我第四個章節呢叫發現的眼睛，這是一個網友的作品，在平凡當中發現驚喜。這個跟我有相同的經歷啊，你再看看我拍的這張東西，這也是公園的一個角落。這張照片您拍得好，第一眼看上去以為拍的是森林，對啊，仔細看才發現它只是一叢很小的植物。是它又不開花，它又很小，又很矮，主題性也不強，沒人去關注它們。我認為真正的好作品呢，不是要去跋涉千里去拍那些名山大川，然後呢那種壯美的山河，當然那些可能給我們很多的感動，但是我覺得其實我們身邊有很多景物或者事物，你是否從它的當中能感悟到一些東西，能感悟到它的給你的那種驚喜。我又想起了您說的一句話，就是上一句我說什麼呀？上一句還是那個在已知的領域重新發現，下一句是沙粒放大萬倍也是山河。對對對對，你看，就是這張網友拍的照片，我覺得非常好。就是這個就是平凡的不能再平凡的一片草地了，對吧？草地我們大家司空見慣，但是呢，我認為他有一雙發現的眼睛，他能看到這裡邊有一種生命的跡象在裡邊，對吧？一邊是枯萎的荒草，一邊是充滿生命的綠色。那這兩種對比放到一個畫面當中，給我們的那種震撼和反思是非常強烈的。是。第五個題目叫寂靜的力量。這個是這樣，有時候可能網友看到的那一瞬，我也偶然看到了，冥冥中有一種共鳴。這個其實挺打動我的，就是網友這張照片。那你看我這張照片，你看從影調上來講的話，它就是一個黑白關係，就是黑跟白，而且是剪影式的表達。那我這張照片是什麼呢？是我一次去烏蘭察布，我去拍那個火山群去，你知道嗎？非常寒冷，零下30度有。然後刮了一天的狂風，突然太陽落山以後，風停了，那個大地又歸於寂靜，特別安靜，天空乾淨的像水一樣。我跟這個網友挺有緣的，我想我們在那一瞬可能有同樣的感受要表達。我們第6個環節呢叫為什麼拍它？這個網友拍的是一個工業廢墟，夕陽下的一段工業廢墟。其實這種工業廢墟呢，我也特別感興趣。這是我拍的那個山東東營海邊的一些化工廠，因為東營那邊它石油城嘛。這組我知道，末日廢土系列。對。您當時走了很多的城市。當我看到這些鋼鐵巨獸的時候，他們比如說我特別喜歡看煙筒，然後呢那種濃的煙，非常有力量，然後而且是一種那種人類的力量。但是我面對它的時候，包括它有一些其他的景物
映射在這個畫面當中的時候，我覺得它的含義可能就变了。你比如說，前面的荒草是吧？对。然后你看这一幅呢，前面它是坟墓、坟场啊，坟场啊，对对对，它的含義立刻就不太一樣了。我認為攝影它是一個觀察、思考、表達這樣的一個過程。我其實在按下快門之前，我這張作品其實在我的心中已經完成了。拍照其實是重新認識世界和世界和解的一個過程，攝影呢只是這個過程的一個莊嚴儀式。就這麼回事。好，我們現在進入下一趴啊，第7趴，雜亂的世界。我們先看2張作品，這是網友拍的啊。世界是雜亂的，你知道嗎？無序的。要通過我們取景器的這個邊框來去在這種無序的世界中呢，框定出有序的表達，你知道吧？框定出這種有序，留在畫面当中的一定是你自己重新構建的一种秩序。明白啊？从这2张作品来講的話，就說一個是廣角，一個是長焦嘛。它一定有它當時構圖的這個道理在裡面。我拍的一組就是你說的，我不知道你說的是不是這組？是。我這張可能用的是一個90的焦段，如果我用72的焦段可能太廣了，可能有一些邊上的信息我不想要。那我用90的正好把它就卡出去了。讓它盡量畫面當中的內容是飽滿的，讓它的每一寸每一個方寸都充滿細節。是這樣。我們現在第8趴，剎那即永恆。世界是流動的，但是我們的照片是靜止的。由於這個的話，我們才有了這種決定性瞬間這麼一個提法，對吧？然後你看看網友的這幾張照片，我覺得拍的都是非常好的。你看第一幅作品，我認為最決定這張作品的元素是這隻貓。對啊，因為這隻貓，你看它正好在光影裡面，就是它是一個恰到好處的。什麼叫決定瞬間？我覺得就是說最有表現力的那一瞬，給它固化了。好，這個貓首先第一，它走的這個位置跟人它是有一個呼應的，人偏左，貓偏右，對吧？畫面偏左的這個人，他的是向畫右看，而我畫右的這隻貓，它是向左看，它非常有意思的形成這種一個上一個下，对，它還有一個上一個下。然後呢，它非常有這種韻律美，你知道嗎？然後呢，你從黑白層次來講的話，那人物呢是白牆托的黑人，對嗎？然後到底下呢是黑的背景托的是這個白貓，所以它都是這種辯證關係，我覺得就非常完美的來詮釋了這個決定性瞬間。對。然後就這張照片，我覺得也非常好。這張照片我覺得它不僅僅是決定性瞬間了，因為我覺得呢，就是說構圖非常嚴謹，畫面的主體這個人物，它是因為是偏左的嘛，偏右的嘛，它如果沒有左邊的這2個荷花的話，這個畫面就失重了。還有一個呢，就是說，你看它整個畫面的顏色，你包括它的那種黑色的房子，包括這種深色的這種荷花呀、綠植啊，它是一個深色的。恰恰左上角這一塊，它有一塊白牆，如果沒有這個白牆的話，這個畫面就顯得很悶，你知道嗎？這是個出氣口。它有這樣一個出氣口了。恰恰呢，我覺得這個人物他澆花的這個動作，我認為是一個決定性的瞬間，因為什麼呢？他恰恰的走到了這張畫面需要它出現的位置，而且呢，在這個位置上，它又展現出澆花那個最舒展的那一瞬，它正好是胳膊伸直了，又有水從那花灑裡出來。對，所以我就說它這個不僅僅是一個決定性瞬間了，它是一個複合型的，所以我非常喜歡這張照片。然後我剛才說了，其實我覺得這種剎那即永恆還有另外一種表達。時間是流動的嘛，這種流動我們怎麼去表現呢？我們只能通過我們畫面當中流動的物體，比如是人啊、車呀、動物啊，通過它的這種流動和我那些不動的那種東西來襯托它的這種流動性。這個我覺得它首先呢，從虛實上它是一種對比，能感悟到這種時間的流逝。同樣，其實你看我的那种前面那组茶馆，其實我真正想表達的，除了那種无序和有序之外，更多的我也是想表現這種時間的流動，就是說，它是一個100年的老茶館了。如果你用手機來看這張照片的話，可能看不出來裡面的細節。如果你的显示器夠大的話，你會發現這裡面有很多流動的人影。對，我覺得在這種歷史遺跡面前，人人都是過客啊。對。來，我們現在最後一趴啊，克制的表達。我們先看一組投稿，這是網友的照片。對，這個拍的是一個陽光下的乒乓球案子，我覺得拍得很冷靜。然後
江邊的景色，虽然覺得是司空見慣、平靜，那種平凡，那種就是一年當中隨便的某一天。還有這張，可能它就是被黃昏玫瑰色的天空和前面這些景物的色彩感動，它記錄下來了。但是我覺得記錄的很克制，你知道嗎？很冷靜，就是它的顏色也是那種有點像那種叫什麼莫兰迪灰似的，你知道嗎？就是很和諧。当我们经歷了之前說的我們最初的感動之後，我們可能拍起東西來會越拍越慢，對吧？慢慢的呢，你可能會更克制、更冷靜。這也是在東營拍的一些那個。這堆的是鹽是吧？對，就是我就是不去美化它，然後就是克制的去拍，对吧？這就是一個水塔，這是一個就是隨便的一個村街巷。對，這3張您拍的作品呢，構圖方面是非常精美的。您現在說這個主題叫克制的表達，就是不修飾，只尊重，不美化，要有一雙發現美的眼睛。那其實這點就是您是不是對廣大攝影愛好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要求不敢說，但是呢，我只是說給一些建議，而且這个建議其實不用我說，他只要在不斷的拍攝，只要他這個攝影經歷不停下，一直拍下去的話，他自己最終都會走到這一步。明白。因為生活當中，我覺得首先第一，沒有那麼多誇張的構圖，也沒有那麼多炸裂的色彩，其實更多的我覺得是平常。明白。本期節目到這兒就算到尾聲了。前面我們聊了一些廣大網友在投稿中的問題，後面孟導呢也結合自己的攝影經歷還有攝影作品，聊了一些想跟大家說的話。非常感謝孟導啊！希望大家多多的參與到攝影中來，拍出好作品。我們做這檔節目的目的呢，也是為了吸引更多的人能參與到攝影中來，所以別忘了給我們節目來個點讚和加關注啊！那麼歡迎收看 ZPH， 我是大吳，我是孟紀元，咱們下期節目再見，下期見，拜拜。